节目开始上菜啦！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哦。11点热炒店。油鸭不是要躺平这样子趴着吗？哇！我跟你说，我一趴下来，阿姨就鬼叫。她说我左手边肿起来，比右手边还肿。医生就用一个很客气、很和蔼的表情跟我说：“哦，幸好你今天来了。”他说：“你如果下个礼拜来，你估计就是要洗肾。”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收费柜台999，然后我想说收费柜台怎么会999？可是边跑也边觉得哭笑不得，会不会是觉得我们收费太贵？对，一定是。我刚就说一定看到价来，看到价格紧急状况，因为什么？其他摄影是不太能动的。然后他也不太能讲话，你就会想要激励他。你就是说啊，你不是东区小钢炮，你现在根本就是傲炮啊，没定没当，他捐掉，最后他这样。嗨，11点热炒店熊老叉，不呛不辣不上桌啊！哎呀，我们人的生命真的是非常脆弱，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一瞬间咻一下，什么都没了。对，真的是这样，没错没错。一开场一定要下猛药才行。对啊，前一阵子有没有一个新闻，就说有一个医生他在瑞士山崖坠下300英尺哦，哎呦，不但活下来了，还努力复健，誓言要回到医生岗位，他做到了。哇，像你就是正能量，对不对？像我就是讲，有些人不小心吃个东西给丢，就拜拜了。没有啦，你在讲什么啦？我是说，是有这种状况啊，历史上嘛，难免会有这种。你的以前搭档那个，也不是以前搭档纳豆啊，他也复健回来了，他还活着，不，不要这么说。以前的搭档，他也很正能量。老师，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样子呢？我要讲的是，才说你正能量。他也复健得很好，我的学弟啊。对，好学姐，对啊，他呢，他的状况现在还不错，真的。他结婚，然后现在也复健得很好啊。所以这个唐老师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未来，在星盘上面可不可以看出哪一些人即将会有大劫？那你又是不是能够提点呢？其实有的是真的可以看出来，不是每一张盘都可以看出来，但是如果看出来，我也刚好看到，还真的可以告诉他，是可以说提示一下这样的。那个也真的要有那个运啊，你真的可以看出来的话，也要真的看到哦。OK， 我手边有很多张盘，不是每一个人，我也不会天天没事把每一张盘翻出来看嘛，是，但是看到就会提醒他。不过。有的人你真的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然后也要靠医疗啦。是，还是要靠医生们。所以你们今天其实除了唐老师之外，还有我们今天来的现场各位每个来宾，是的，其实都是从这个死神就是手中把很多条命抢回来的。是的，哇！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欢迎我们的医生们欢迎来妇产科王乐明医师 ，ICU 护理师林婷。魏志伟医师，欢迎3位，当然还有2位嘉宾欢迎林嘉怡，大家好，还有嘉文，欢迎，他们都要来分享生死一瞬间的故事，大家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异常的肌肉酸痛，竟然是癌病变。我嘉文，你是不是没想到会是我？为什么是你？奇怪，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也不知道我发生这个事。而且最妙的是，刚刚不是说唐老师有时候缘分到他会刚好看到吗？那时候他还真的看到，不是专程，是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然后他看着我盘，他就说：“他说你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哦。”他说你注意然后因为我的星盘上我忘了他那时候是说什么一个什么元素，他说你要注意跟身体的水有关系，多喝水啊。然后不要憋尿啊，他说那就是肾脏啊，就是反正就是要照顾身体。然后我就发生了这个相关的事情。然后我那个时候是怎么发生的？是我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平常肌肉蛮容易紧绷的，就我很爱按摩嘛。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一直觉得我这个位置。有点紧，腰嘛，对嘛？那你说现在人精神压力很大，什么肌肉很紧，这不是也很正常吗？正常啊。然后大概这个位置大概紧了差不多2个礼拜，我就觉得
有点特别哦，因为一般来讲，你就是按摩也就好了哦，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跟我的高中死党住在一块儿，他就说你不要给我找借口，你就是想去按摩你就去，就是想那么多。然后我就去找了很熟悉的那个油压阿姨，油压不是要躺平这样子趴着吗？哇！我跟你说，我一趴下来，阿姨就鬼叫。哈，他就说你今天不能压，不能油压。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左手边，他说我不是趴着吗？他说我左手边肿起来，比右手边还肿。然后他还拍照给我看。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懂，他们很懂。所以他常常在摸身体。对，然后马上就知道你哪一根筋不对。对，然后我跟你说，阿姨转头就没有理我了，他就拿了一张纸，然后谢。他说你明天就去舒田诊所找这个医生挂急诊。哇，他说真的很严重，然后我真的去挂了急诊，然后医生给我看了，也抽血验尿，然后本来医生是说 OK， 那你要等报告，那就是3天后你要来看这个报告。结果我去柜台缴钱的时候，那护士就冲出来，他说何小姐你下午忙吗？你3个小时之后可不可以也回来看报告？他就说哦，因为我刚刚走出来的时候，医生看我走路的那个背影，他就说他觉得。反正他就觉得不对劲，我没问，反正我回来看报告的时候，医生就用一个很客气、很和蔼的表情跟我说：“哦，幸好你今天来了。”他说：“你如果下个礼拜来，你估计就是要洗肾。”洗肾啊！洗肾哎，所以是已经水肿的很明显。对，我那个是肾丝球肾炎。肾丝球肾炎的症状那么明显吗？一般来说它其实算是一个发炎。对。那为什么它叫肾丝球？是因为我们肾脏的血管非常的细，然后常常全曲的像球状，所以叫做肾丝球。那当它发炎的时候，它原因非常多。包含感染啊，一些免疫细胞、自体免疫的攻击等等，都可能造成这个东西的发炎。那肾脏处在一个发炎状态，它也有可能就会略有的肿胀。然后我跟你说，真的是我后来医生就说，因为肾脏是不会痛的。所以大家如果你觉得你后腰有点胀胀的，你要注意这件事，因为它是不会有很明显的感觉。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我很容易累，然后我只要一水肿就可能一整天都消不了，然后人很疲倦，然后我后来就开始吃那个强效的类固醇，因为要先给它消肿嘛，对，消炎。然后我估计我对那个可能强效的类固醇也是过敏的，因为我有一个经历，我那时候开始吃了。我有一天去友台工作，然后也是像这样子，大家一起在聊天，然后录影的过程里面呢，就是我本人开始这样，已经开始晃了。对，可是我本人没有觉得。是你们看到了，然后中场大家就跑过来说：“你刚刚为什么在晃？”我说：“我没有在晃啊。”然后所以那一天结束之后，我就去隔壁的也是一个大医院，我就去急诊挂急诊，你知道吗？不是，通常这样在晃，要嘛就是你知道，就是他遇到什么了身体对，或者是灵异体质。而且我跟你说，因为那个友台啊，那个友台灵异体质，灵异的故事很多。对，我当下确实有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怎么了。对，急诊检查完，他就说没有事情，他说检查不出什么，还是你要不要挂一下我们的健检？我跟你说，我隔天一健检完，我是肝胆肠胃肾没有一个是正常的。但是最严重的是我的免疫系统非常的糟糕，非常的糟糕，而且我是那种自体免疫攻击自己，就是自己攻击自己是太强的那一种。所以其实这个就跟我刚刚跟医生聊天，这个就跟我的那个肾脏的事情是都在一起了，因为它等于是也是攻击我的肾脏。当时医生跟我说我们得开始治疗，然后什么怎么治疗，然后我真的有问医生说会好吗？他说这个没有人敢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尽力做。然后我就说那请问一下要治疗多久？他说也不知道，没有人可以跟你打这个包票。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当下被判定说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好，你也不知道你多久会好。可是我后来花了2年的时间，就是把自己养好来，然后你看我还回到这个行业，
是不是很幸运？你这样讲起来的确，真的有一段很幸运时间真的就突然不见了。对对，就是那个2年的时间。那个是癌初期吗？对，初期。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的自体免疫已经在攻击自己了嘛，所以如果你一直都没发现它，你就不知道它要攻击到哪边去了呀。可是我的感受居然只有很容易累啊，然后身体很容易僵硬啊，然后这里有点胀胀的，就这样而已。其实很容易累，好像是很多病痛的病症的一个前兆，对不对？就休息一下就好了啦。哎呀，奇怪，怎么越休息越累？对，越严重。医生们有没有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很多疾病都会用劳累来表现啊，所以其实觉得大部分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一定是你的睡眠假设是充足，你也没有因为工作或是运动等等的造成你的劳累，你其实应该还是要提高警觉。那你如果经过休息之后还不会恢复，这通常都是有问题的。对，你就得进一步去检查，包含了像固定的健康检查也好，或者是身体有什么特别征兆要询问医师也好，都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以免真正发生的时候真的太迟了。我觉得嘉文的运气就是他身边有唐老师，2他是演艺人员，旁边有很多同学告诉他，然后3电视台旁边有医院。我超幸运，我都是在这个临门一脚被发现了。是的，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油压阿姨哦。对，我有定期。对，油压阿姨也是救了你一命，对不对？对啊，生死关头的奇迹，真的不要太劳累了，日夜颠倒。控制到现在几年了？你看10年到现在也10几年了，也是好好的。赞，没问题的，要懂得保养。对，好 ，OK，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被死神退货的案例。来，老医师的一句话：鬼门关前拉回病患。来，林婷，对，我是 ICU 护理师。是，通常看到我就是不太好的。哎呦，因为我这地方就是跟死神在抢时间。对，有一次我就在上班嘛，像我们医院就会有一种神秘代码，然后像你们民众，其实在医院就会听到，就是会有那种全院广播999，哪一个地方999，或者是每一家医院都不同，或者是说哪一个病房9955，然后我们就有医护人员会冲过去急救。对，所以你们民众听到的话不要害怕，也不要过去，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干扰治疗或什么。那我们当天我上班，我也是 leader， 我也是组长，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收费柜台999，然后我想说收费柜台怎么会999呢？太贵了，太贵被吓到，我就马上就是去救，然后可是边跑也边觉得哭笑不得，会不会是觉得我们收费太贵？对，是我刚才就说一定看到价格紧急状况，你为什么那么贵？这个人 OK 很难处理，999。然后我们远看他，其实已经很多医护人员赶过去了，麻醉科也过去，然后已经在帮他插管。因为我们看到他其实肤色已经都白了，已经白掉了，全白了，对，然后倒在地上，对，然后我靠近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都黑紫了，所以当下我们就直接在帮他做 CPR。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倒了多久了，然后护理师赶快推急救针啊，然后老医师就开始压胸啊什么，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很资深的主任就出现了，他就突然大叫，就对着那个病人大叫，就说：“阎罗王还没收你，你给我回来！”然后就那个心电图，因为我讲国语，那个资深老医师是讲台语，我不知道老医师还是老法师？老医师，老医师哦，我想他是分道袍来的，讲台语。阎罗王也没被修理，你给我来！讲得很好。对，然后喝酒嘛，到没有，大概是这样，民间用一些，民间用的方法。这样子会不会怪怪的？对，因为这个有济公活佛的。他是讲你刚刚那个台语，对，好像那种鬼啊、七魂八那个七爷八爷真的就闪开了，他那个心电图就这样一波一波的就这样马上，你是说马上？对，好像就是鬼魂都被吓走的感觉，这么厉害？对，然后不是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有这种力量，真的。然后后来我们大家就很惊呼，就马上把他推到加护病房，因为他就有心跳了。哇！对，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大家整个医疗团队也很开心，把他救回来。气势很重要。想说我们急诊室救不回来，都来这一招。对，真的哦，就是经纪神嘛，那个经纪神，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这个气场啦，就是大家一起合作，然后也有这种感觉。对，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因为你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
我之前有去，就是纳豆，其实就在讲纳豆。纳豆那时候在身体状况真的蛮不好的时候，其实他身体是不太能动的，对，然后他也不太能讲话，然后我去看他。那你看他那个样子就有点难过嘛，你就会想要激励他。你就是说啊，你起码那都叠加不会叮当啊！你不是东区小钢炮，那你现在根本就傲炮啊，没叮没当，你这就气得跳起来，用这种骂他很久了，趁这个时候好像就逮到一个好机会，就开始骂他。那你怎么样？你就用骂的，他手居然就动起来了，他那时候全身上下都不能动啊，他手就这样动起来，他想打我，你爬，你这样爬，你看到这卡丘都没了，他手这样，他居然这样，最后他这样。这是真的故事，这是真的故事吗？他是真的故事，他跟我比了一个中指，超气的。你应该是真的想，我就笑出来这样。哦，你应该是真的讨打吧？你真的讨打没有？但是因为他因为这样，就我第一次被比中指，然后大家是这样拍手，开心这样，然后他又动起来了这样。所以跟他有些时候是要用一些这种语气啊，去刺激他一下，哎，好像蛮有用的，对不对？来再看一下下一个故事，来听无嘴大富贵，还捡回一条命。不是我本人的故事，是我遇到的故事。哦，我也是。有一次有一个30岁的年轻人，那他其实就又烟又酒又槟榔。那其实他在来医院的前半年，他发现了一个肿块在他的那个下巴下面，才30几岁，30几岁而已。然后那个肿块大得非常明显，可是他就是不去面对。很多人都常常发现自己身体有状况，害怕去医院，因为他怕医师给他讲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对，他不想面对，他不想要面对。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太太真的是救了他一命。他太太就跟他说：“我们的小孩才刚出生，然后你又这么年轻。”你为了还要照顾我们一辈子，你为什么不赶快去检查这个东西？那其实切片切出来，它是癌症，一个下眼癌就长了一个癌症在这边。那其实当时对他们来说，虽然是晴天霹雳，可是其实以现在的医疗有很多状况都可以做治疗的。对，你只要越早期发现，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开始接受了治疗。那当他们还在做一些治疗计划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他跟他太太2个人在聊天，面对在聊天，他太太描述说，他先就讲着，忽然2眼一瞪，然后脸色整个不对之后就蹦，就在他面前倒了。运气很好，是他家刚好在消防队的旁边，119其实很快就到他家帮他 CPR， 那就把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来。那我们当时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在急救的时候，除了帮他压胸，让他心脏可以被动的。因为我们的压胸让血可以挤出去之外，我们通常还会做通气的动作。可是这个病人很明显，他倒下去的原因就是窒息，他的肿块在这边，很有可能那时候的肿瘤忽然破掉出血，血块把气管给压扁了，所以他是没办法通气的。那再来是我们要急救，我们除了压胸以外，我们得插管。对，我们得用插管的方式接上机器，让他可以呼吸。可是啊，我们插管得要有一个摆位。因为它必须要我们的气管是直的，我们医师看得到声带的位置，我们才能把气管内管放进去。它这里长了一个肿块，脖子根本搬不起来。哎呦，等于是我们虽然压胸，可是你没有帮他建立呼吸道，你也知道他的死因如果是这个，他现在心跳停止的原因是这个，他可能救不回来。可是你就听到他太太很年轻，他们就很年轻的，他在旁边一直哭。你答应要照顾我们一辈子的，他就在旁边一直哭叫，我就把他拉到旁边。如果要救你先生，我没办法插管，我得跟民众讲气切，他们比较好容易了解。其实这是我们紧急做的，叫做环甲膜切开术，就是在我们气管的上缘，它其实有一个薄膜，我们大概就是把尖刀划开，把管子放进去这样。那所以可以目测定位，如果像阿 Ken 这样子的身材，大概我要切你很容易，就是你那个位置很容易定位的。干嘛要切？拿我当没有我的现场没有其他人啊。我的意思是就你相对比较直觉啦。那你看像那一个患者，因为没有肿一块，因为一般人对没有肿可能我这样还好。那他的困难是因为他肿瘤刚好就在这附近，所以他那个洞一切开，他是喷气出来，血也喷出来，然后一下子就开始冒血，因为肿瘤就在附近。那我们后来好不容易找到那个气管的洞，我们把那个气切管塞进去之后，不夸张，本来一直线的心跳，我们没几下，我们2分钟看那个心率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波形了。哇，就是那个，再没几下你就发现他整个人血色
开始恢复回来了，然后没多久心脏开始自主跳动，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回来了。回来了。那没多久，那个先生居然眼睛打开会眨，他没办法讲话，因为被我们切开了，所以他们其实没办法讲话。可是你知道他意识恢复了。我记得当我离开那家医院的6年，他都还在医院做治疗。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疾病其实是可以治疗的，不是说你得了这个疾病好像就得到一个绝症一样，所以一定要赶快去做检查。而且以现在的医疗，你都有很大的机会是可以去做一些治疗处置的，即使是你遇到了还有那个时候你帮他做了器械的决定，对啊，然后你也没有切错地方，像那个还有，我也是他在急诊嘛，因为我们在急诊跟加护病房就非常多这种悲欢离合的那个场合，然后你像他刚刚家属就是呼唤他先生说你赶快，就是我们小孩还小，我们看非常多这种很可怜的场合，对，在 ICU 看的可多了，对，可多了，对，像我们之前我有碰到一个病患，然后也是才40岁而已，对，像 Ken 哥这么年轻，不需要一直，他气切也要我，你不要听啊，你另外你要听到重点，讲我年轻年轻啊，谢谢王正明林护理长，请继续，年轻又帅，又帅，然后脖子又长这样子，然后对，然后但是他没有好切，但是他每天都抽2包烟啦，但是Ken哥没有啦，没有，这个倒没有，对，他抽很多烟，然后那一天就来急诊，就说胸闷不舒服，然后他就拿个药说好像吃个药好像就比较舒服一点了，然后他就想说，我好像可以回家，我就回去休息。然后医生说你要不要先观察一下？说不要了，我就要回去了，因为他就想要再去急诊外面再抽烟。对，很多都是这样，就是不抽不行不行的那种。结果他还没有走到急诊外面的时候，他就在门口又倒下去了。对，我们就马上把他送到急救室一样，然后我们就检查一下心脏，他心脏抽筋。对，心脏抽筋啊！心脏抽筋就是血管堵住了，然后就也是血管就是栓塞，我们马上帮他做支架，然后也推来我们加护病房。然后来的家属呢，就是一个老妈妈，然后她也是一个独子，对，然后也没有结婚，然后妈妈就是扶着那个床栏旁边，就在她耳边讲说：“你不可以不孝顺。”这样子，对，就这样子忍住眼泪这边讲，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就赶快请妈妈就离开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开始真的又开始心律不整了，我们就开始电击，然后电1次好还是不行，第2次又不行，我们总共电了18次，哇，对，一般电击其实2次其实就会恢复心率，然后我们就会泡上，放弃，对，我们电击18次哦，然后最后第19次他心率回来了。然后就 OK 就恢复到正常，然后我们就赶快泡上所有的药物，然后输血，然后所有的检查都把它做完了，就好了耶，就奇迹似的就回来了。他可能就听到他妈妈那一段话，他就整个就是整个就慢慢恢复起来了。那个电的力量跟我们在综艺节目上面玩的不太一样，不一样，强多了，对不对？应该是说我们皮肤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强的导电体。对，其实我们正常的电极器上面，我们还要涂传导胶，对，你要紧贴，你这样传导的力量才强。然后它是从皮肤导电进去，用一个相对强的电流把你的杂乱的心率把它电击回来。对，重新再把它启动。而且我们现在电击器是比较先进的，不会像以前说什么会烧焦啊。对，想问这个19次应该，所以可以电到19次，可以。现在我们是比较先进，是有那种金属薄膜那一种粘贴的方式，对，然后去做电击。但是电到19次、20次那种，通常都没有机会了。对。可是这个病患就很神奇，最后也顺利拔管可以讲话，然后意识也都正常。那这亲友的力量，亲友的刺激，有一阵子一样啊，也是去看一样，纳豆他那个就是排便不顺畅，他就在那边一边这样走，慢慢走，我在旁边，你看那矮子矮，一肚子拐，你这肥子肥，一肚子水肥，你真的是水体有问题，他听还是出来啊，顺了，顺啊，这样。所以有些时候要给他一点刺激啦。不要再让阿 Ken 去了。来，后比喻。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故事。对抗命运，强韧小生命，战胜死神。这是谁的故事？
应该是我的吧，因为我就是那个刚刚一开始不是说命盘上可不可以看出有大劫的那种人吗？我小时候一生出来，我妈妈就那时候找了一个很有名的香港的那个紫微斗数的师傅，就帮我们批，就是几岁到几岁，几岁到几岁怎么样。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很特殊的那个备注，就是说，意思说我生小孩的话，除了血光之灾，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劫，过不去就再见了，这样子。就是我的劫会在生小孩的时候。对，生小孩会有难，会有难，对，所以我结婚之后呢，我妈妈是从来都没有催促我生小孩，因为她会担心嘛，但她不能讲，你知道，就是，可是我又是那种，因为我巨蟹座，我是很喜欢家庭，很喜欢自己有小孩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当然就结了婚，当然就准备怀孕嘛，结果谁知道很奇怪，没验没事，一验知道有了。哇，开始狂吐！天哪，就很奇怪，就是验到那一天呢，那个是意识的，这很莫名啊。会不会有点自我暗示啊？我就突然开始想吐。对，妈妈没有告诉你吧？妈妈其实一开始没有讲，一直到后来才告诉我。哎呦，那就不是自我暗示。那我是一天那时候只能喝柳丁汁，我一天喝3罐。因为我什么都吃不下，所以我第一次去产检的时候就被医生骂说你怎么一个月就长了5公斤，很快就甜的小朋友太大了，对，很快就胖了。那可是验出来之后呢，除了吃不下那是小事啦，比较大的麻烦是我就是不能站起来，因为站不住，不是一站起来就流血。对，就是不能站起来，那一站起来就出血，一站起来就出血。那当然去产检医生就是给各种的保胎啦。可是因为我吃了也是会有副作用，什么头晕啊、想吐啊都有。那因为我想吐已经很严重了，就医生后来就说，那你自己看你要吃不吃这样子。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中药也吃，西药也吃，就是一直都不行，所以我前3个月都是躺在床上的。结果呢，到有一天晚上，我是半夜起来上厕所，对啊，然后结果去上厕所的时候呢，就突然就开始流鲜血，对。然后上完厕所的那个当下，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皈依学佛了，我那时候就想说，是不是我的孩子其实不想来啊？对，是不是他不想要来我家，或者是他不想来做人生太苦，他还没准备好，或者是他还没准备好，那个时候就悲观起来了，因为你就看到就流鲜血出来嘛。那后来我就是半夜3点，我就去跪在佛堂前面，我就一直求，我就是求佛菩萨说，如果孩子要走，就让他好好走。那他所有的苦，所有的业，我来受。对，我不强求一定要有这个孩子，我希望他好就好，这样子，然后就一直盯到早上9点，我才把那时候的老公叫起来，我就说走吧，我们去医院吧，因为我其实心里是已经准备好，就是我的孩子走了，他可能会走。然后后来到医院，医生就说，虽然还没有到照超音波的时间，但是你已经出鲜血了嘛，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要怎么处理，这样子就开始弄完，突然间医生就转了一个那个按钮，这样转开，然后我就听到呼嘘，哎呦，这个医生很清楚，这是小朋友的心跳，小朋友的心跳声还在。对，就是这个声音，就这个声音啊！我现在听到了，跟你刚刚模仿的不太一样。但是，对啊，你听那个声音，我们就知道是小朋友的心跳声。或许，听不猜不太好。因为对我来讲，那个声音是很无限放大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躺在那里，我眼泪就直接就流出来了，飙，狂飙这样子。然后我就很感恩，我就想说，哇，我的孩子留住了，这样子，他留住了。那中间的产检，后来我妈妈才跟我讲说，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劫，叫我万事要小心。然后呢，在每一次的产检，我还没出那个医生的房间，我妈电话就来，就是这次怎么样？她又担心什么血糖啦、高血压啦，反正一路过关，好像也就 OK 了，一切顺利。殊不知到最后一次产检那一天。医生开始很拍谁的这样看着我说：“林小姐，不好意思啊，就是你在那个你的预产期那几天，我刚好要去学术交流，他要出国啊，所以他不能给你接生哦。他说应该
不会那么巧啦，有可能我就去5天嘛，你撑过这5天我就回来了。哦，对了，有可能对，撑过这5天我就回来。但是医生的就是医院的正常的 procedure， 就是你还是要指定一个帮你代为。如果你是自然产的话，你要选一个医生这样。多灾多难。对啊。然后结果我还是没有逃过，就是在那5天里面生了。真的。然后可是呢，因为我是第一胎。那我从开始阵痛到实际医院收我，其实医院收我的那一天已经是第3天了。从早上5点，你要想我前面3天已经都在痛哦，我早上5点进去，痛到下午3点，医生就说不行了，你要不要？因为我连无痛分娩都没有打，所以我痛到那个时候，你想盯啊？你是不是想盯那5天？对。然后痛到下午还没有生，然后我还没有打无痛分娩。哇，对，你到底想生还不想生？我想生啊，我想要自然的生。对，因为有人跟我讲说打无痛以后会腰酸什么的，就是听很多各种传言，所以我就想说我能够自然我就自然，可是就是真的自然不了，就是痛到3点的时候，医生就直接，我第一次跟医生见面，医生就是跟我说我要帮你破水。因为再不准备你已经痛太久了，然后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打无痛分娩这样子。那后来我真的是已经痛到没有什么力气了，我就说好，我就接受打无痛这样子。然后真的还好，我有打那个无痛。对，因为打了无痛也破水了之后呢，终于要上产台了。我也是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哦，因为我上了产台之后，其实我已经用力到，因为我的疼痛指数好像80-90，我也不知道那是高还是低，反正他们就说是很痛的状态，但是我就是痛到，我就一直用力嘛，一直说用力，痛到我的那个脸啊，我的那个微血管全部都爆了，所以我的生完我的脸是花的。就是所有的就是什么微血管破裂的血管，整个脸是 OK 的。可是呢，我到医生进来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现在不要用力。”他就很冷静，他是一个很冷静，也不多话，就是你现在不要用力。我叫你用力的时候，你再用力。后来我就真的是听医生的，但我在那个台上搞了一个多小时，到后来缝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嘛，就是都没有感觉。可是生完那一天，医生来看了我3次。到晚上，他跟我说你要夹冰块。他说我的伤口太肿了，他说担心里面是血肿，所以呢，如果到明天早上你的伤口还是这样，第2天继续开刀，再开一次，还要再开一次，对，真的是血光哎！我到后来啊，我才知道，因为真正的坎是在生小孩的那个当下，因为我那时候一圈的护士在我身边，然后最后也是有人跳上去这样子压我，对，把我压出来，然后我就问那个压的那个护士，我说在干嘛？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然后我是这样子，我为什么会这么严重这样子？他就说因为医生，我的小孩出来的时候他是头在下面没有错，对。可是呢，他们说他有点调皮，就是呢，他要出来的时候，医生看到的是脖子。他们是这样跟我讲的，对，他们说看到的是这样，对，他们是这样跟我讲的。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可能要医生解释。就是我的那个医生啊，他是很有经验的，所以我听说他是把我推回去，转了位置，正确位置之后再拉出来。胎位不正啊，就是小朋友的。对不对？他应该是眼睛，我们正常宝宝要出来，眼睛是看地板的，他才能够做一个旋转性的动作，转过那个耻骨才下得来。对。可是他的情况下，可能摸下去，因为我们可以摸他的囟门，脑部小朋友囟门，三角形跟菱形不一样，就知道眼睛看前面还是看后面。他可能是这样子，那他过不去，他不能做旋转动作，小朋友就一直撞。所以为什么你的会阴会很肿，就是因为太久了，里面就水肿。那这撞击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造成你下面会阴里面的微血管破裂，那你就会越来越肿。所以他说为什么可能会要再开刀去止血，但是一般只是消肿，就是肿肿的，过2-3天会消掉。所以他必须。宝宝可能头也很大，他没办法，又第一胎就过不去的情况下，他只好把你再推回去，把头稍微做一个旋转，眼睛把它转看下面，他就可以做个像潜水蛙的动作下去，再过那个门槛。对，所以他的问题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小朋友出来，他是要经过一个这样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这样讲，小朋友要出来的那一刹那，眼睛我们正常是看下面嘛，那我们产道下面就是肛门嘛，有时候妈妈用力的时候就会。只要没有排便，就会大便就一起出来，所以我们都说人家是含金汤匙，我们是含大便出来。天哪，对，就是给宝宝的第一餐就是他的大便，有时候就会碰到，就喷到了。对，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因为妈妈她没有，她就用力的时候，她那个用力的力道跟解大便是一模一样，它就一起就出来。那有时候就是会沾到，真的是难免的事情。可是这才是正常的生产方式。是就是他有点调皮嘛，所以他就是从头到尾他大概都不想来了，硬被我生出来了。他那个要旋转，如果一直转不过来就抓去开刀，因为你拉不下来，对。那嘉怡这样算难产了吗？要等，可是等太久，小朋友就会缺氧，所以在产道在产台上面，我们也等过2-3个小时啊，就不行，退回去赶快抓去开刀，因为下不来了。天哪，2-3个小时就算是太久了，那已经太久，那很危险了。妈妈好伟大，妈妈真的很伟大哎，真的。所以后来的修复期也很长，因为就是真的都站不起来，我光垫那个游泳圈垫2颗，好辛苦。对，就是都也没有办法正常做。哎呦，对，就是对啊，所以我说我的孩子是战胜强韧小生命，战胜他就是要来的，他就来了，他就还是被我生出来。生小孩通常都生第2胎、第3胎的时候，就妈妈就熟能生巧了啦，应该是这样子。像我认识有一个瑜伽老师，他后来生到第3胎的时候，他是进去那个就要小孩子要生出来，进去但没10分钟就出来了。而且他自己会瞧位置，他说医生准备好了，来了，哎，小砰就飞出来，直接粘在墙壁上，啪，跟蜘蛛人一样爬下来，很厉害。就是他知道核心肌群有没有？他知道怎么用力，他就知道说用肚子的力量啊，不只是像用刚刚让医生讲的扁扁的力量，天哪，他就这样压出来是有可能的，有经验，他会训练那种核心肌群，对，他用力就要抓得住，因为我们碰到这种瑜伽老师或者用力一定要带，因为你如果乱用力，一种情况下你推不动，那就像刚刚脸都整个微血管破裂，甚至会伸到那个眼睛的网膜全部都出血，所以他只有眼睛瞳孔是黑的，其他全部都红的，对，就用错力量。而且在古代生小孩其实就是生死关头，对呀，真的是，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平常去练一下核心，其实对生小孩也有帮助。是的，就像玉林哥常讲的嘛，你练到后来，30如狼，40如虎，50蹲下能吸土。60靠墙能吸鼠，不，那你这个乱讲。玉林哥讲，王乐明医师，那你有没有难产的故事可以分享？对，一般难产大部分就是会碰到像我们比较大的小朋友，或者说生不下来的，像几公克算比较大，通常大概到接近4000了。那一般就要跟妈妈的身高比较了。如果你妈妈身高是170很高，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对，除非你妈妈身高个子很小，150公分的。那现在4000克其实也蛮多的，因为现在营养都很高。对，就合并妊娠糖尿病饮食等等的情况下，就会生不下来。那生不下来的情况下，就在那边卡半天。可是那种难产，其实我自己如果说已经子宫颈全开了，你预估它不会下来，不要硬盯啊。你硬盯，到时候它没办法抓去剖腹产，更难捞，从肚子会捞不出来。它的头已经很下面，就是我们要把小朋友的头给挖起来，再从肚子抓出来。从肚子抓，有时候你手在捞的时候，可能会伤到前面的一些肌肉或膀胱，那可能会造成后续要再修补就会更困难。那通常难产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真的营养太好，对，有时候生出来头出来了，哇，肩膀出不来，是要肩难产，卡在那里，所以这样就变成吃全餐。对，他也受了这个罪。你要想办法给他转过来，一定要在这个当下转，所以有时候锁骨会断掉。会断，对，有小朋友的锁骨断，因为他要把那个轴线给破坏掉，他才会闪过去，就是这个地方。那怎么办？那这个小朋友就之后。没有，他那个会自己愈合，基本上不用小。对，没错，所以那个伤口是久偶尔会遇到。那你要做一个他的肩膀那个地方做个旋转动作，可是这个旋转动作有时候他的锁骨才刚新生儿，他有时候因为这样转一下他就会过了，如果没过哇，宝宝就更加的危险。
那他大概多久会愈合？新生儿？通常我们观察就一定 X 光会照嘛，你要照观察就好，也不用什么固定，就放着它慢慢就长回去了。真的小朋友的愈合能力都很好。还小啊。我们在月子中心有看过，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因为一般你洗屁屁的时候，他会把小朋友侧躺啊，就是会一直换姿势，有没有？那个小朋友从头到尾没有换过姿势，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一直平躺的？因为他说他4000多。他刚生下来是4000多，他妈妈只有160不到，所以他生出来的时候，他这两边的骨头好像都类似骨裂还是骨碎，对，就是他就变成他只能平躺了，因为他不能任何的侧，他这边要长养好，对，好大只的小朋友，对，好大的宝宝。通常这样子状况，那个医师不会建议就说这个可能要剖腹咯。大部分啊，我们只要估计比较大，或者说是你超音波已经看到大概4000以上。就会建议他剖腹产，对，因为那个健保也有给付嘛。那你假设妈妈她不要试的话，那你就是干脆用健保方面给她开刀，这是符合一般的适应症的，是可以的。这还比较安全。对啊，听医生专业的建议，对啊，不然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带着伤来，妈妈也受罪。对啊，受罪。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故事啦。嘿，铁栏贯穿身，哎呦，婚礼显变葬人。这个故事好可怕。谁的故事啊？这个也是急诊室的故事啦。对，我对这个患者非常有印象，因为他送来急诊室的那一天是他的婚礼。那他们是这样，他们其实小两口办婚礼，然后他们想要办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婚礼，所以其实他们选了一家饭店，然后在那边办。那毕竟那个位置不是在他们的家乡，所以其实他们亲友都是坐游览车上来，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办婚礼。那办完婚礼之后，其实家属也是就是坐游览车再回去，然后他们就住在那个饭店里面这样子，所以就在当天晚上婚礼，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就是也会喝一点酒微醺这样子，然后晚上他们两个休息的时候，其实新郎他就接了一通电话，那因为也有点微醺，所以他就走到那个饭店，他们我记得是5楼阳台，对的阳台，他就去讲电话。那我在猜啦，也可能就是因为又晚上又灯光照明不佳，然后其实他又有点喝酒，其实又摇摇晃晃，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听说他们描述是说，他好像是手机掉了，就是手机没有拿稳掉了，然后他要去接那个手机，对我们好像会有个反射要去捞那个手机，结果他就连人带手机就一起下去了。5楼摔下来啊！那其实就我们在记者的经验，其实你在2楼、3楼以上下来，假设你没生命迹象，是几乎是救不回来的。因为那个冲击力量是，更何况它是5楼。可是他被送来的时候，那个当场你看到是会非常的震撼的，因为第一个他还活着，他还有生命真相。那第二个是他身上都是铁栏杆，对，那个场景是怎样的？它跌下来的时候，其实那个饭店它外面应该有一些装饰，所以它是有很多缓冲的。就它在过程中是有很多缓冲的。然后它下来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围墙上面是有一些金属的那个栏杆，所以它刚好是叠在那一个栏杆上面。那通常应该。就经验来说，应该是一个重伤，甚至是没生命征象。他不仅是活着，而且当时我们在帮他做检查，你知道那个他要来弄到现场的时候，其实消防员在帮他脱困的时候，他是不能现场把那个栏杆抽掉的，因为当这种穿刺伤，它有可能伤到里面的血管，所以当你把这个东西抽离之后，它可能里面会有一些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其实他们是当场是用破坏的方式把那个铁栏杆全部剪断。然后连人带着那个，对，连着这个铁杆一起来进医院了，对，就带着那个来。那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检查，那后来发现他真的运气非常的好。当然一些肢体的骨折是有的，可是他那些栏杆穿刺之后是刚好都闪过他的心脏、肝脏一些重大器官。其实他造成的几乎都是类似，虽然有进腹腔，可是肠子啊什么的都刚好是闪过去，他就是完全都是外伤。所以当他把这些东西移除之后，其实这个病人住院只做了一些，没有，他还是有一些骨折，然后有一些轻微的脑出血。那重点是他当天他的太太也送急诊了，因为其实在婚礼发生这个事情，他太太以为他先生没了，所以他当场是崩溃，在现场听说是崩溃晕倒，也被送急诊这样子。不过后来还好是2个都没事啦，就是先生虽然比较惨烈一点，可是真的跟死神就差这么1厘米，好夸张哦！他那个刚好都逼过身体的重大器官，然后就
做了一些骨头的骨折的固定啊，脑出血是让他自己吸收掉啊，然后最后小两口现在还应该还是幸福的过着日子啊。这是台湾的故事吗？对，好夸张，好夸张。这通常遇过这种事情之后，对生命应该会特别的珍惜吧？非常，对不对？是啊，不然真的婚礼真的会变成葬礼。这真是太好运了。对啊，好好运。重点是那个手机到底有多大的秘密，他需要接这个。对哦，没有，他可能习惯，真的是习惯，你一掉你就很自然的要去拿回来。这是一个什么赛呀？超有福报的人呢，超有福报的，时间还没到，超有福报的。所以我们你刚刚讲，我们像一开头就讲了嘛，你看生命有多脆弱。是，对啊，开开心心的喜事，一瞬间马上，你看到没有？看你怎么看呢？对，你也可以说有够倒霉，但你也可以说有够幸运。对，生命有够脆弱，但你也可以说生命有够强大。对，这样的大难你也可以不死，然后你也可以有够幸运，跟死神怎么样也收不回我们。真的，所以我现在都是抱持着一种活在当下的心情。真的。我们现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就是享受当下就好了。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们还会不会在呢？没错，我是一定要在的。你干嘛诅咒？没有，大家都会在，大家都会有坚强的意志，而且我们有优秀的医生，对，好好活下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收看，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See you next time, together forever.